Hello，Hello，大家好。我提前开门，来试试看。现在有人如果已经连线上来，可以帮我听听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我现在自己听是觉得都很正常啊。那如果说有人现在慢慢的连线上来，可以帮我看看我的问题。OK， 这样我早几分钟开始，所以就可以比较了解是不是又有什么东西要调整。OK， 谢谢。好，没问题。那我们大概稍微等一下，等到30分哦，还剩1分钟嘛。王董最近还好吧？好，那我看看，差不多时间。刚刚那个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它就整个杂音跑出来，所以我也很担心现在的状况。可能是真的是麦克风太久不用，突然就一插电，它就整个自己崩溃掉了，我也跟着崩溃了。OK， 那现在30分了，那我就直接开始啊，那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今天要讲的就是Blender 在 4.2 之后，把 UCU Pen 这个 add-on 直接收为内建的一个 add-on， 所以我觉得在之前我已经有用过，而且我测试过好几个用多图层画贴图的工具。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UCU Paint 蛮直觉而且方便的，所以我在之前就已经用过它。那现在呢，就是先跟大家讲，记得先把 UCU Paint 要把它安装起来啊。那你直接可以安装，或者直接把它叫出来。它因为已经是内建的，所以其实你只要一打出来，它应该就已经在了。然后你把它打勾，打勾之后它会在侧边栏这边会多出一个 UCU Paint 这个标签。那因为这个标签这边我整理过，我把它整理到 Material 这里啊。如果说我现在是一个完全新的环境的话我现在 New 一个新的，那你在 UCU Paint 这边呢，你会都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你没有物件让它做。所以像我今天示范的话，我就还是一样会拿太阳公公的头来做示范，所以就会直接看到有这些选项可以做。那我本身已经把它指定了一个很简单、什么都没有的材质。我现在点到只看到头我们只来看头。那当你选择了你要做的这一个材质物件之后，首先第一个当然你就是要先拆好它的 UV 贴图轴，因为我直接会用 UV 来画，我不会用 Texture Pen 来画，我不会用那个 Vertex Pen，不是画在点上面，所以我直接会先做好它的，我们看它的切线我都已经切好 UV 了，接着呢，这样等于就是完全准备好之后，你就可以
打开 UCU Pen 这个标签，然后不管你有没有给它指定材质，例如我现在完全没有给它指定材质，我把材质先杀掉，目前有的材质是空的状况下啊，然后我直接指定一个，按下这个 Quick UCU Pen Node， 你点下去，然后就选择你要什么样形式的啊，我们就还是一样用这个 Principal。第一个这个它内建的这个，然后它的打开的 channel 呢，我们也通通都不改变。这个栏位我们就暂时都不改变的话，按 OK。OK 下去，其实这个材质就好了。然后它会建立的节点就会是在 Principal 的 BSDF 这个 shader 的后面增加了一个它的 group。这个 group 打开之后，里面非常复杂，所以他自己本身也会建议大家不要进去改他的东西，那有时候你一个串没有串好，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当你一层一层的 layer 慢慢打开之后，这里的结构会越来越复杂。现在看起来还稍微简单一点，所以我们就以不再去动这个 group 这个标准，然后开始来做。这样子会非常简单。那第一个事情当然就是我们先看我们现在有哪几种 channel。第一个就是一般的 color 直接画颜色。第二个是金属质感。第三个就是 roughness， 就是它的粗糙度。第四个就是 normal map， 就是它的一些凹凸贴图的部分。那我们打开这4个主要的之后，你要开始画图，就是开始给它增加 layer。好，我第一个就先增加，你按下加号之后会看到有各种选项，你可以直接用一个好比 solid color 这样子就等于说给它了一个底色可以直接这样做。但是我的习惯即使是一个底色啦，我还是会习惯开一张贴图new image， 这是我自己的习惯。但是我觉得也许你就直接用一个 solid 也可以。那当你选择了要开一张新的贴图，一样就是可以先选一个名字好比我先来一个基本的颜色，然后它的解析度这里有一个，请大家可以记得去打勾这个 Use Image Atlas 这个东西，我看它的说明文件上面是讲说，因为 Blender 本身对一个材质，它大概是有，虽然我觉得那个数字还是很多，它会有8到55张贴图的限制这个其实我不是很明确的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可能就是你不能超过某一个数字。但是如果你打开了这一个选项的话，它可以帮你把很多你的每一个 channel 每一个 layer，先暂时拼在一个大图上面，之后你 bake 之后，它会再浓缩回一张图。所以我是看很多教学都是建议大家直接打开这个这样子避免你的贴图可能越画越多层之后，可能会跑不动，或者是超过限制。那直接就记得先打开这个，然后 OK。OK 之后，我们就已经产生了第一张的一个贴图。那接着呢，就可以开始画。画贴图的话，当然就是进到 Texture Paint 这里面，然后去开始选笔刷。然后一般这些笔刷是我自己新加进去的啦。那一般我们就是在这里选择它内建的这个笔刷，然后就可以开始画。然后看我们是要画什么底色。假设我现在一个底色是我直接又填色的进去，我就先填一个今天来弄一个深绿色好了用一个深绿色倒下去，这就是我的基本底色第一个基本底色好了。然后可以看到，当你只要做了任何的
变动，它就会冒出星号。这个就是一般 Blender 正常你画贴图之后，只要这一张图没有存过，它都会有星号嘛。这就是在提醒你还没有存。OK， 那存的方式很简单，我们不要一张一张去存，直接把这个档案存一遍。像我现在是001，那我把它存成002好了。Save as。这已经有一个002，我把它盖掉。当我只要一存过之后，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星号，它变成一个 pack 档，它把整个图，你每一层图，它通通都会把它 pack 到这一个档案里面啊，它会跟着这个档案走。所以等你最后全部画完之后，再去把它，你可以一层一层的输出，也可以一次压缩输出成每一个 channel 的图档啊，它的方式都非常简单。那我现在第一层颜色如果就好了，我不要画。我现在要画第二层，我就只要再加一层。那再加一层呢？也许我是要画就是像我示范的那样子，我是要画脸好了啊。一样，其他这一个记得打开，好 OK。脸这一张图呢，我要画什么颜色？如果我现在一样用填色的方式，我去填一个，粉红一点的颜色 ，OK， 整个填上去，它会把下面这一层盖掉。那如果说我现在两个位置要交换，那当然就是看这个箭头就知道了。我把 face 这一层移到下面了，但是我现在 face 这一层，我希望在上面的话，如果我希望它在上面，那我就把它移上来。但我现在如果在上面之后我看不到底色怎么办？你一个方式当然就是看这里有一个功能 Toggle Eraser， 就是点下去之后，你现在的笔刷就会变成橡皮擦再按一次，它就回到画图的笔刷就是这样子它其实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回到画图笔刷。像我现在回到笔刷，然后我希望吸到这个粉红色，按 Shift X 只要在你要的颜色那边停留，不用去点击它，只要按 Shift X， 它就会吸到那个颜色，然后你就可以画。或者说像我现在如果换一个颜色去涂现在它还在 Eraser， 所以我 Ctrl Z， 我要先把它回到画图模式。OK， 现在是画图模式，但是我停留在一个橘色这不是我要的颜色，而且这个强度太弱，我把它调整过来之后，我要粉红色，那我就是去选。像现在因为有光影，颜色你会选不准一个方式就是 Preview Layer， 我直接要 Preview 它这个颜色就不受光影的影响，你就可以吸到正确的颜色，按 Shift X 吸到正确的这个粉红色，然后你可以去涂掉它可以这个再关掉再去涂它的颜色 OK。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现在想要看到底下那个我要怎么弄？我可以用刚刚我讲的，就是慢慢擦掉多余的部分。另一个方式就是增加一个 mask， 增加一个遮罩。我现在就给 face 上面增加一个遮罩，这个遮罩一样是 new image。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 mask 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白色，一个黑色。白色它就是完全没有遮掉你目前的这一层任何东西我们现在可以来试着点下去看一样，这个记得打开 Use Image Atlas OK 之后，你的粉红色完全没有被遮掉，你可以看得到。然后接着你是用在 Mask 这边，你可以看到现在你的 Image 这一边颜色这边变成比较淡的颜色了，然后这一边是实体的，就是我们现在在 Mask 这里。然后我
选择白色去涂，它是完全不会改变它。如果我现在按 X 把这黑白两色交换，我用 X 去涂，底下的颜色就会秀出来 ，mask 上面就会涂到颜色。我们可以 preview 它 ，preview 我要 preview 什么 ？preview 这个 mask， 可以看到这是我涂到的 mask。OK， 然后呢，我现在如果是要这样子涂，我就必须要慢慢的把它脸部的这一圈保留着，其他我就不要，所以我就可以先直接就这样子涂掉。就是一般，其实这就比较像 Photoshop 的做法了嘛，就是直接慢慢开始涂。这其实就是它一层一层涂层在做事情的概念，它跟 Photoshop 蛮像的概念然后，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些一样是在 Blender 里面用图层方式画贴图的一些 add-on。他们也是这样的概念，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把界面做的太复杂了，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工具是我用的觉得最直觉的啦。然后我缩小一下笔刷，那我希望画的比较准确一点，我就可以按 Shift S，Shift S 它就是 Stroke 这边有一个。Stabilize Stroke 就是一个稳定笔刷的功能，我们可以看这里，这底下可以直接看到，现在是打勾的，我再按一次 Shift S， 它就关掉，所以 Shift S 它就可以打开，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比较稳定的笔刷去把这一圈，假设我们现在需要的脸的范围，就去把它涂出来。查克你也来了，谢谢。然后，所以其实它大概，每一个layer的类型，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像，等一下我试一个。我还觉得那个还蛮方便的，就是帮我们的整个贴图图层变得比较，感觉有一点立体渐层深度的感觉啊。像我现在如果现在 mask 画到这样子 OK 了，然后这些星号我们不用去管它，直接再按一次档案储存，它储存好之后，这些就又通通被 pack 到档案里面。所以它会，你现在关掉档案，它这些也都会存在着，不会消失掉。OK， 所以不用担心你画了半天最后不见，只要记得存档就可以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我刚刚讲的，可以试试看各种不同的这里的 layer 的选项这里有各种，像等一下我会顺便介绍一下，就是 VDM 这个笔刷。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我觉得做出来还蛮漂亮的。我看是这个对 ，Paint Base 还是 Pointness 我忘了，应该是 Paint Base 吧。它会需要计算一下，我试试看是不是这个，我有点对，应该就这个。这个它会根据你的立体面去计算一些有点像是从头顶打光下来的这个阴影效果。那这一层呢，现在全部盖掉底下如果我们眼睛关掉，你底下这些层都还在。那我要看到它就是一样，就是进到它的显示方式 Channel Color 这一层，现在 Color 这一层的显示方式，我们是用 Mix 嘛，一样，你可以把它换，像 Photoshop 一样，你可以把它换成，我们就换成 Overlay， 看看
overlay 加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好像突然变得有一点光线立体的感觉。其实你关掉、打开，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差别。所以这一层，尤其是当你的这个模型上面有一些凹凹凸凸的地方的时候，它加上去其实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啦。还有像是 AO 这个图层Ambient Occlusion， 这个你也可以加看，它也会让你的一些凹凸深度变得比较明显，然后你不用自己去画它。OK， 那这些每一个图层的属性可以试着去加Voronoi， 这个也是一些杂点的方式，可以去增加图案的细节的感觉啦。OK， 那因为都动手画，有时候你要画比较复杂、比较写实的，其实有时候也蛮累的。那因为我通常都是画比较大色块的，所以我常常就是会选择一些增加深度、增加立体感的这些图层，去把它加叠在上面。OK， 那现在如果我现在做到这样子呢，可以看到，因为我是靠 mask 这边，所以这一个图层看起来是只有这一圈。那如果说我现在把 mask 这边先暂时隐藏，要隐藏 mask 是要到这里来，然后你看到你的 mask 这一层，你可以勾勾取消掉，就可以看到我 mask 全部没有效果了现在是 mask 打开，那一样可以到 preview mode， 我们去看我们的 mask 其实是只做了让脸这一圈露出来。OK， 那像这里没有涂干净的，你可以在这里再补涂。我要停在这一个 layer， 然后去涂一涂。这样子稍微检查一下，好，它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回到原来全部都可以看到的状态。接着呢，就是如果我现在希望我的这个绿色算是外套好了，我希望它的反光roughness 要稍微强一点，希望它是比较橡胶，然后反光强一点的话，我要怎么去改变它？我不是直接把这个 channel 去调整，而是我要在这一层贴图这一层 layer 里面增加它的 roughness。增加的方式就是我选到这一个图层之后，我要在它底下这里 channel 这边这个三角形把它打开，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个 layer 里面，我们目前只开了 color， 我们其他的 channel 通通都没有打开。那我希望它稍微看起来反光强一点，不要那么粗糙，把这个打勾起来。勾起来之后，现在看感觉都没有我调这个好像感觉也不明显。那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箭头打开，看到这里有一个 override 勾起来之后，你看到这个一就是完全没有反光。你把它打开开起来，我现在坐在脸这边，所以做错层了，我要做这一个，所以我这一边 roughness 脸的 roughness 不要打开，我是要打开这个 base color 这边我去再重来一次 channel 这边的 roughness 打勾。打勾之后它会全部都有因为它没有被遮掉，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麻烦的是，其实那我们必须把这个 mask 其实是移到这一个地方才会比较正确。所以呢我现在的做法应该就是要把理论上就是把这个 mask 我们要取消掉，取消的方式也不是在这里直接按 delete， 而是要到这里来，这个 mask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的话，按这个齿轮这里有一个 remove mask OK， 然后就把它直接取消掉。我现在就没有 mask， 然后脸这边呢它现在的这一个反光其实是因为这里 OK，
那所以我现在要在这一层 base color 这边加一个 mask，base color 这边加一个 mask， 然后加上 mask 之后，加一个 mask， 一样我们要 new image，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选择要让它全部看到，全部看到，好，我们就选择这个 OK， 然后再来是换一个次序，我们把脸放到底下来，我们现在就只看到外面这一层，所以接着外面这一层我要 mask 处理掉，只留下脸这边出现的话，一样就是开始在 mask 上面涂，把要露出来的脸把它涂出来啊。那接着你就可以看到脸这一边就没有那么强的反光了啊，脸就是脸自己本身原来的那个反光层啊。如果说你的 roughness 没有打开，脸这边就不会有反光嘛。一样，接着就是我们要去把脸这一边涂起来。好，手绘贴图打底，对，这个其实我是一直在找一些，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是手绘感的，然后甚至我一直在想办法要让它变得比较2D 平面的感觉，所以连材质的部分我大概也一直是在想办法做到很手绘，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材质比较没有问题了，材质要做的很手绘没有问题了，然后是它的外框线，我觉得它的外框线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算的让我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希望它的那个手感能够就是粗粗细细变化可以更被控制，但是好像都蛮麻烦的。那我是很怕要自己写很多节点才能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其实我就都一直在找有没有 add-on 可以直接做这件事情。最近是觉得那个 Depend Pro 它直接做 outline， 我觉得还做得蛮好的，可是也是没办法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根据距离摄影机的远近，然后粗细会跟着一起改变。其实我是希望它的粗细永远保持在一定的粗细状态，不要越近它就越粗，越远它就越细。其实我还蛮不希望这样子的，可是我还没找到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啦。OK， 然后假设我的脸现在是这样子好了，那再来呢，我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希望它有一点这个脸被这个衣服盖住，它会有一些阴影，那我就要在这里上面再加一层，图 ，OK， 那这个呢，也许叫做 shadow 好了。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层 shadow 呢，我就要去画一下，找一下啊，也许你直接就用黑色画没有关系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黑色它会被外面这一层绿色的 mask 盖住啊，所以很方便，就是直接画，然后画了之后，其实这个黑色是第一个，它的深浅我们可以调整啊。第二个，其实连它的颜色我们都可以一次调整掉。那深浅的调整，当然第一个就是它的透明度，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
blend 的模式，就是混合的模式。如果我现在这个我的混合模式我把它换掉，我换成multiply 它还是黑的，那我希望它浅一点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把它的这个深浅值降低，这是一个方式。另外，如果我希望它整个黑的颜色要变掉，一样就是到 channel 这边来我除了改变它的 blend 的方式之外，我还有一个方式，直接用 override 把它颜色一次改变掉。好比说我现在用红色很红的红色好了，然后但是呢我又希望它的颜色不要那么强，所以我再去换成其他的，也许其他的方式去慢慢调整，然后这个它的透明值你也可以改变这样子慢慢你就可以调整出一个它的阴影面的样子。这个是大概我们画这些贴图每一个图层的方式再来呢，就是你也可以在每一个图层一样到它的图层那边去给它增加，像我们这个外皮这个绿色这一个外皮这边，我希望如果它有金属感，那我就是把金属感这边打开，然后直接就是去调整它的数值。好像这个是这里这个一样是调到了全部的，因为我现在应该要在这个它还是会调到脸这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调这个圈这个应该是要，这个应该是全部的通通都会被调到。那我们就直接用这里来调这里其实直接用 override 调会比较快了，所以我试的几次结果大概我最后通通会把每一个 override 都打开，然后颜色呢有时候也可以在这边全改掉。像是如果说我现在要画眼睛我现在就会再加一层这一层我们就让它放在最上面，所以我会在这一层脸的这一边会再加一层，就是再加一个眼睛，然后直接去画它的眼睛这边。好，然后可以再去加眼珠。那在画这些的同时，其实如果你把它的 normal 也打开了，把它这个 channel 的 normal 也打开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会跟着一起变凸，它会跟着你的颜色。那当然你可以把颜色关掉，你就会看到它只有凹凸所以它每一层 channel 其实你都可以去单独的调整它啦。像这个如果说我要眼睛，我觉得它应该是反光很强的，我就可以在这边再去调整它所以整个眼睛会很强的反光。但是其实如果它是平平的，你会觉得很奇怪，我的眼睛应该是凸出来一颗圆球，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其实呢就不会用 normal 这边来做我的选择就会用 VDM 我就会直接用 VDM 来去让它鼓出一个圆球 displacement 直接去做出来。那但是呢不要做的太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说你现在要做一个像经常我们测试的话就会做一个什么
犄角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那个，因为在你的 UV 贴图轴已经做好之后，再去做那些变形变得很厉害的模型的时候，其实你 UV 贴图轴整个是被拉扯的。那你在绘制贴图的时候会很麻烦，所以一般我在这个时候如果使用 VDM 的话，我只会去刻一些小细节，像我现在眼睛这一边好了，我希望眼睛是鼓起来的，那我就会在这里眼睛这一边，我会把它增加一层，这一层就叫做 Vector Displacement Image， 就是 VDM 这个图层增加进去，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现在先来看我们原始的目前的节点上面，其实 displacement 这边还没有任何的节点出现，所以当我第一次去增加 VDM 的时候，它会警告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这个节点啊，所以我必须 enable 啊，让 displacement setup 直接被开启，然后你 OK 下去，你会发现它节点啊，帮我们整个已经架构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来做，那其实 VDM 它等于就是一个雕刻，好，所以你要开启的不是直接画笔去画它了，而是你要进到一个 Sculpt Image 这一个点下去呢，它就会整个工具栏位就进到雕刻模式啊。我们现在点下去看，当你一点下去，它会进到雕刻模式，而且你会突然发现你的整个模型的点面数增加好几倍啊，因为毕竟你是要做很细节的雕刻，它其实不能在很少的表面上做到那么多细节，所以它自动会在这里啊帮你增加了一个这个多重解析，然后而且它会开到很细。那通常我不想要它开到这么细了，我其实会稍微把它降低一点点，就看你自己需求。那其实开高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等一下会再转变成 image 啊。等你画完之后，你只要再按 Apply Sculpt to Image， 它就会压缩成 VDM 格式的那个 image， 就是也是有点像 normal 贴图一样 ，normal 是紫色、红色、绿色嘛，然后它是红、绿、蓝3个颜色去转变。所以我现在如果这样子好了之后，然后我看不到我原来的贴图啊，我就会变成有一点要很瞎的去处理它，然后我看看有没有办法直接。现在好像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子试啊，像这样子啊，你已经看到它有一些凸起的部分。如果我现在就这样试，眼睛如果就是在这里，啊，大小眼我又换边了，这是我的眼珠。然后接着呢，我可以去把它稍微再去雕的细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再去稍微整理一下。OK， 然后按下 Apply Sculpt to Image 这一个按下去之后，它会压回去原来的这个图形就出来了。那我这一个白色这边呢，如果我觉得眼睛这个不对，我就把它一样用这个，我们要回到画贴图的模式，然后用橡皮擦把它涂掉，
OK， 然后再把它重新画回来。好，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画不到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认为尽量不要在画贴图的时候还要再去做一次 VDM 了，因为你的很多面已经被拉扯掉了。所以 VDM 通常我把它归类在雕刻的工具，我会在雕刻的时候处理它。然后最后再重新拓扑，那时候再去做低面数，然后把它变成 normal map 那样子的东西，去处理它。然后再来就是，也许我要画眼珠，眼珠我就把它画在，如果我不想画同一层，也许我还想变颜色，那我们眼珠就是再加一层。眼珠再加一层。你就可以看到眼珠，我们先画红色，然后一样到 channel 这边就去帮它换色，在这边再直接去换色就好了。不管你要换什么颜色，通通都可以在这里直接处理。OK， 那这是大概它的每一个 channel 的用法。不管是 layer， 然后配合 channel， 这样子用完之后，如果我们直接按 Save As 把档案储存起来，它一样就会整个 pack 在一起，我们直接再存一次档案，然后这些星号就不见，这些你画的图层就通通会保留着。但是如果我现在希望可以看到每一个 channel 的单一的图层，因为也许我现在画的这个图是需要输出到游戏用，这么复杂的节点是没有办法给一般的游戏引擎去读到的。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做呢？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你只要看到这些，你都可以去点点看它会变成什么。其实这里呢就会有可以一层一层去储存的这些选项，但是呢，我要一次做的话，最快的方式就是我要先把整个图层 bake 起来。我们就回到最上面这个 UCU Paint Skin 这边直接按这个齿轮点下去之后，这有一个 Bake All Channel， 你也可以把它全部改名字了，但是我就直接把它一次 bake 起来 ，bake 之后一样，你的解析在这个时候还可以调整，我通通都不要动它，我就直接一次让它 bake， 然后 bake 完之后的图，其实它还没有帮你存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 bake 需要一点时间。OK， 这样就是 bake 完了。bake 完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在 layer 这边多了一个 use bake， 它会使用 bake 这些，所以你刚刚画的图层全部都看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那我还想回去重画怎么办？把这个关掉，你又可以回到原来的图层，继续去增加、去改变它，然后只要有改变过。增加了新的图层或者减少了图层，你一定要再去做一次 bake， 一定要再做一次 all bake channels， 不然它改变的它会看不到，它只会用现有的 layer 再去帮你 bake， 所以你只要做过改变，一定要重新再去 bake 一次，然后才能使用它。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它还是很复杂的节点，还是没办法输出给一般游戏引擎用，怎么办？我们可以用这个点下去这个 Enable Baked Outside， 然后它自己的节点，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节点已经没有被使用了。然后它现在回到一般传统的，就是我们有 Color， 有 Metallic 金属，然后有 Roughness，有 Normal， 有这个 Displacement。
还有一个就是 VDM 用的Vector Displacement， 这几个图层它就会全部放好连接。那这种就是可以输出到一般引擎用的。可是这些图层呢，其实都还没有存起来，它只是整个打包在一起了，但是它没有存。我希望整个每一张图都存成一张单独的图档的时候，我的存法一样，就是回到 UCUPen Skin 这一个齿轮这边去点一下，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看这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有一个储存全部。我们看这里 Back Color 这边这个 Back Color 这边，它会有一个 Pack Image， 就是重新把它打包回来，要不然就是 Save as Image， 这是一层一层去存。我们现在选择到这个 Color 这边，它会一层一层存。再来就是我把所有 Back 的 Image 一次储存到哪里去这个时候我要一次储存，我就按这个你就给它一个路径这些是我旧的，然后我就直接让它储存。这些图档呢，它就会直接全部都存好了。然后我来看，这里，在这里，这就是我们刚刚储存的每一个 skin color， 然后 displacement， 然后 metallic， 还有 vector displacement， 还有 normal，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 roughness， 这些一张一张的图就好了。那其实接着我们就可以用最基本的节点的串接方式去做材质，我们就可以不要这一个。那在不要这个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杀掉这一个直接杀，但是呢，它可能会把一些原来我们在绘制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些暂存档。我们看像这个后面有这个符号波浪号的这个都是暂存档，就是 Atlas 这个暂存档通通都还会在。如果你直接杀掉它，这些档案不会被杀掉。如果你希望它清得很干净的话不要直接杀掉这个。如果你已经确定你这个 OK 了，杀掉的方式就是从这里有一个 remove 你直接按这个 remove UCUPen node， 它会杀得很干净，包括刚刚这个我们刚刚看到最底下那个暂存档，它也全部会杀干净。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做输出了这样子输出就会很方便。OK，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昨天前天做的那个缩时摄影里面，其实整个做的过程，大概我就是这样用这些工具，然后做一整个基本的贴图的方式然后接着你可以自己再去修改这些都就是看你怎么再修改了，可以直接在这边进 Photoshop 或者进这个其他 Substance Painter 这些自己再去调整那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在这边做一个有点像查克讲的啦，直接打一个底，有点像打底稿一样，我觉得就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刻很细的，或加很多不同材质的，可能还是到其他的工具，可能可以做更多的细节啦。但是在 Blender， 我觉得加上了这个工具之后，做一般的材质我已经觉得很方便了啦。就是这大概是我目前使用的方式那像一般大家很喜欢玩这个4.2应该是3.6之后就已经有的吧，这个 VDM 这个笔刷。
那这个笔刷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在建模时候使用很方便，然后它因为是用 image 的方式，你会感觉尤其是像假设你喜欢做鳞片这样的东西，很多很繁复的细节的东西，我觉得用这个 VDM 笔刷会很方便。那 VDM 笔刷不见得需要用在，就是不需要用 UCU Paint 去做了，直接其实Blender 自己本身就已经有，看它放在哪里，这里吧。它有一个 VDM 的那个制作 Edit 底下，看 Edit 这边有一个，应该它有一个 VDM 的笔刷的制作，我觉得那个笔刷制作就已经很方便了，就是应该如果说我现在到 Tools 这里 Tools 底下就有一个 VDM 笔刷的 Baker。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做出，假设我现在需要一个在他们身上加鳞片的话，如果这是一个雕刻，你就可以做，因为毕竟 VDM 这个笔刷，你刻的越细，你需要的点面数越高。那越高的时候，你用它贴到这么 low polygon 的模型上面，其实你的细节还是不会出来的。所以我一般是把 VDM 还是把它归类在雕刻高模时候使用的东西，然后最后在这个重新拓扑的时候变成用 normal 或者用 displacement 再去重新显示出来。OK， 那今天其实差不多，我这个大概讲到这里，其实就讲完了啦。大概我自己做的时候，可能也是30-40分钟做完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把每一层 layer 测试完。大概，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应该是说，还是怎么样去玩它每一个图层，然后怎么样混合。像我自己对它这个 mask，然后每一个 channel 的互相影响的这个层级方式，其实还在测试，但是我大概知道它每一个概念了，然后我就可以自己慢慢用。另外就是当然我还装了一些笔刷啦，装了一些奇怪的笔刷。那个笔刷是 CR Brush 还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它有一些免费的 Basic 的笔刷套组可以拿来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懒得自己不停的去设定笔刷改变什么透明度什么的，所以我通常都是找到有现成的我就去使用现成的。像这个一层一层layer，这个有现成的工具我就会直接拿出来用了，我就不会再去找别的工具来自己慢慢增加它的做法或者说我一层一层贴图自己要去做 mix， 把它叠在一起，我就不太去做这件事情了。OK， 那我今天其实大概就讲到这样子了。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其实没什么问题，我就讲完了。OK， 那也谢谢大家刚刚陪我一起测试我的麦克风。我通常反正就是什么东西都乱试，然后什么东西有时候都好坏，我也搞不太清楚它为什么原因。像刚刚麦克风到底是怎么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拔掉重插它就好了？我也不知道。OK， 然后4.3笔刷安装好像不太一样，是图片投影功能。4.3笔刷安装好像不太一样，你是说哪一个笔刷 ？CR Brush 吗？那个我不是很确定还是你说 UCU Pen？ 因为4.3现在应该还是 Alpha Beta 版吧？我其实没有在用 Alpha Beta 版，因为通常我都已经直接是在
要做工作用的，所以其实我会蛮害怕用那些阿法版、贝塔版，它有时候等它正式版出来之后，它的功能又变了，那个时候我都会蛮担心你原来使用的档案又要去改，会很麻烦，所以我不太用阿法、贝塔版去测试。OK， 所以你说的安装不太一样，那可能要看看他们4.3又改了什么东西。支援图片投影的功能，其实应该是有啦。你讲的资源应该就是笔刷那边直接做吧？啊 ，stencil， 你是讲 stencil 这种东西吗？应该笔刷那边就直接可以做啦。如果说我们再进一次，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我没有回去 UCU Paint， 我看 Ctrl Z 让它回去啊，还可以回来。我们回来这边，如果说我现在要去投影在脸上好了，脸上我要投影什么东西嘞？我其实就是应该就是笔刷这里一样，就是去改笔刷的 texture 之类吧。不管你是用 texture mask 或者 texture， 然后直接就去换你的图形啊。还是你说的是不是这种阿法图形的投影啊？不是笔刷的投影，因为其实投影的方式就是 mapping 上去的方式，还有再来就是你的笔刷 stroke 的方式啊，去调整这些，应该就可以做出你讲的投影了嘛？是吧？你有装查克的笔刷，4.3就没了。你讲的这个是查克吗？那可能要请教查克。还是你有装什么？这个你讲的这个笔刷哦，皮肤的图片可以投影上去吗？皮肤的笔刷，第一个就是你还是一样啊，要把它的贴图叫出来啊。啊，假设我们现在用这一个当笔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改变它的画上去的方式。啊，我用 View Plan 好了。然后我不要用 space， 我用 anchor， 然后颜色我把它换一下，我再把它加一层 New Image，OK， 好，然后就是大概这样子啊。你要加的方式可能就是用这种加了，然后还可以改变它的方向，一样，大概就是用这几种去改笔刷的方式吧。所以你要的皮肤质感或什么的，可能就是要从你自己先把图弄进来，然后再去换嘛。然后这个一样，就是我如果现在是点点点，然后我希望它有这样的杂点好了。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说觉得这样子出现的不是你想象的结果，可能你就是要去换一下笔刷出来的方式 ，stencil，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啊。那但是呢，我 stencil 这边这个图要怎么移过来？这个我还没试过哎。
stencil 的位置要怎么移动它？应该是用这个去移动吧。如果这样移动，那好像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知道 stencil 这边要怎么处理它。4.3界面跟4.2有点不同，哇，那是4.3有变了哦。那我真的还没有试用过4.3，所以要看看，因为我觉得4.2，因为4.2是一个长期维护版，所以我觉得还好啦。那4.3我不知道它，尤其他们现在的改变并不是一个定案的东西。所以还好，它还没到那种候选正式版，所以应该它都还会一直改变。我觉得它的界面改变，尤其它变动很大，不会在4.2和4.3之间变非常大的啦。它变太大的话，可能会很多人会觉得它应该直接变成5.0了吧，不应该是4点几的改变了。这个我觉得4.3可能还在阿法贝塔版，所以应该还不用去担心它的界面不同。那月桂兔这边我能试的大概就这样。那 stencil 的图形怎么移动？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哎。如果移到这里，然后画。好像就是要移动到那个图片那边，但是为什么图片缩在这个角落？怎么样把这个图片的位置移动过来？其实这个我觉得我还要试试看啊。但是应该就是在这里，它的 transform 应该就是在这边去调整它而已了。那把它放大。这个是缩小了，我通通换回1，然后它的位置改看 ，angle， 它大概在这里，但是为什么它躲在这个角落，我还不是很确定，这可能。上网络搜寻一下，应该就有人会告诉你 stencil 的这个 transform 的 offset 的方式啊。这个我觉得稍微查一下应该就知道了。然后你把 stencil， 因为 stencil 通常的用法应该每一个软体都差不多，就是你把图片对到你要的位置，然后笔刷下去画，它通常就会涂上去了嘛。像这个。这些点点就涂上去了 ，OK。右键移呀，我看看，哎，真的哎，谢谢，原来这么简单，让我在那边玩了很久，不好意思。月桂兔就这样子，右键就可以把 stencil 移动了，那右键，然后按 Shift 可以放大缩小，按 Ctrl 可以旋转。OK， 好，我也学到了，因为我好像也很少用到 stencil 这种在这边画。那当然，你用了 stencil 的时候，可能你的笔刷这边就是不能用 anchor， 你要用应该就是用 space 嘛，然后或者用 airbrush 去直接涂了，大概就是这样涂上去了。那就是你的自己的这个图片啊，笔刷图片等于说自己要先去找好就 OK 了。好，那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4.2、4.3，你这样一直讲，我都还蛮好奇的，想去看一下4.3到底有哪里不一样。OK， 那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就
讲到这里讲完了。那一样就是记得，因为它的图层其实蛮复杂的，所以随时存档案。因为我觉得它的好处真的就是在，它只要存档案，它全部通通打包在一起啊，你就不用担心哪一张图没有存到，或者哪一层图没有存到啊。这个是我觉得 UCU Pen 还蛮方便的地方啊，不用担心图会跑掉。OK， 那今天呢，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好，那这个影片反正也会在 YouTube 上面摆着，那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回头再去看看这里的每一个功能大概怎么用。其实它还有很多功能，像底下 Custom Bake Target， 这个我都还没去用过它，不知道它是什么状况啊。那这个 State 这个东西，它只是告诉你有哪些图层用了什么东西了，那这个应该还好。这个我还不确定它是用什么的啊。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就 OK 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把它统统 bake 起来就好了。OK， 大概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啦。那我们下次有什么新的好玩的东西，我再来跟大家聊哦。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啦。拜拜，谢谢，再见。